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阿纪的朱斌，主讲经典课程。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6款当中的一个直角去除的一个层次。直角去除的一个层次在生活当中运用的是非常广泛的，当然可能在某个区域，可能在特定的哪一片等等。然后直角去除的这个层次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裁剪的时候一定要吻合所有发片与地面是成水平的，然后切口呢与地面呈垂直的，与地面有一个直角的90度的一个直角的切口。那这样的一个切口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首先我们去看一下头型是一个圆弧形，然后我们切口呢是不跟随头型去走的。从另一个角度上去讲，其实它的切口面是违背头型头骨的。这样的技术剪完之后，想象一下，所有头发平行地面剪一个垂直地面的一个切口，那剪的时候一定是头型最突出的地方是最短的，然后呢最底线头型最凹的地方一定是放长的，然后头型上面的头发呢，头型是向上收，那它与头皮的角度一定是小于90度的，所以整体的这种落下来的层次，表面略微有一点点饱满度的同时呢，会放长底线，然后收紧底部。所以像这种元素上延伸出来是很多，比如说各位看到很多一些狼发呀、鲻鱼头啊等等的，都会从这个技术上面去演变。所以先把它做好，再去看其他的一些形状，才有更多的可能性。好，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分区。分区呢也是非常简单，黄金点斜向前分到我们耳后，前后分开就好了。后区没有什么特殊的，只是把第一片分出来，垂直分片就好了。为什么分到黄金点呢？因为等一下我要先去设定一个长度，这个长度呢就要从黄金点的这个位置设定。那我可不可以从上面设定呢？可以，但是落差不一样。各位记住了，黄金点是我们上面跟后面整体的一个分界点。那黄金点以上，这个是上面的头发；黄金点以下是后边的头发，所以它是一个分界点。黄金点这根头发长度落到哪里，也就意味着你整体剪完它的重心落点在哪里，所以这个是极为关键的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开始去操作。别动啊！我们先去设定一个长度，这个长度设定在黄金点的位置，取出来一束头发，看一下。我是以我这个梳子为基本，一个梳子少一个指位，那这个是我想要的一个最佳的长度。看一下，它落下来呢是在后部点以下的地方。当然我可不可以剪短一点都可以的，取决于你最终想要的一个效果。设定好长度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开始去裁剪啊。那首先呢，第一片头发梳出来，角度我刚刚讲过，与地面成为水平的状态。然后看见我们设定的长度，梳子与地面成为垂直状态，然后直接下刀就好了。下刀，这是第一刀。然后接下来呢，继续向下延伸，角度不变，水平地面，手位、梳子全部都是垂直地面。看一下，用梳子去量一下这个切口延伸，不然呢，整体的这个切口容易剪到外斜或者内斜，这个时候剪完的结果就不一样。再继续向下延伸，切口垂直地面，再继续去完成。这个是不管你头型的形状什么样的，我们只需要考虑我们的角度跟切口就好。剪完之后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表面它还是略微有一点点的饱满度的，然后在堆积点以下这个地方是收紧，然后底部呢是放长的，也就是说可以延长我们的长度的同时呢，收紧我们的头型头骨还有饱满度。那这个是这个技术的特点。所以你去想象一下，很多比如说狼发呀、鲻鱼头啊，很多发型上面的元素都有这种感觉。当然这个是根了，然后再继续，第一片剪完之后，我们开始去裁剪第二片，都是垂直发片去裁剪，然后跟我们刚刚剪过的呢取一半为引导，继续发片左右的靠位也是跟随头型去走的可以去量一下，跟随头型角度呢依然是垂直地面。好，看见引导线下刀，角度平行地面，切口垂直地面，再继续向下延伸。好，剪完之后，下一片全部垂直分线。垂直分线的同时，你要想好，你的手位也一定是垂直的，要平行我们的划分线。那这个时候呢，才能起到
你对技术掌握的一个功能性。继续原位提升，看见引导线下刀，再继续。梳子呢也可以去量一下，确定是否垂直的。看见引导线，继续。好，再继续垂直发片。发片跟随头型，那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站位要不断的移动。继续。好，最后一片，再继续原位提升。好，那我们剪完之后呢，这个形状就已经出来了。去看一下，表面呢略微有一点点的饱满度，底部收紧，那边线非常的轻柔。然后到侧区可以清晰的看到，哎，前面这个地方好像是短的，这个是正常的，因为还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呢，没有去加入骑长的技术，只要你去提升角度，那么它的底线一定会有缺口，这个也是我们要的一个形状。所以呢，当我们提升完角度剪出来之后，你的发际线是什么样，剪完之后你的边线就是什么样的啊。然后我们再横向去检查一下发片，纵向剪完，横向检查，剪完之后一定是一个圆弧形啊，随着头型的一个圆弧形。我们中间剪过的分一半为引导，其他的头发呢就不要去管它，得给它夹起来。然后把我们右边准备裁剪的分出来一片，给它夹起来，这样呢更能清晰看到你的分线及发片。好，剪右边的时候呢，因为你是反手面，所以它的高度呢要去降低，手呢要打开，不然剪这边这个手很容易低下去，低下去剪完右边就会偏重。一样的，找到原位的地方，发片平行地面，切口垂直地面，非常清晰的引导线，下刀，发根入梳，继续。好，这一边呢完成，再继续垂直分线，取一半留一半，这个是我们的基本一个流程。再继续边剪边移动，发片平行地面提拉出来，继续，头发呢要梳透，再继续。那整体呢，再回来检查一下切口有没有不干净的地方，就把它处理干净，再继续。整体呢，你的无论是你的思路啊，包括你的动作呀，一定要流畅清晰。这个时候剪头发才会真正的能剪出所谓的感觉。再继续，好，剩下的呢不要贪刀啊，该分片分片，不要影响你一个流程。重要的是每一片要均匀，宽度呢要适中。好，最后一片，再继续原位提升。好，跟随引导线下刀，那这边呢也就完成了，略微有一点点的饱满度，底部呢非常的轻柔，前边呢也一样，看了吗？前短，底部长。我说了，这个是由于发际线的原因，发际线什么样的，剪完它的底线就是什么样。一样的，纵向剪完，横向去检查，去看一下，我们跟随头型去走的，所以说梳下来的时候呢，它整体呢是有一个圆弧状的，头型什么样，它的切口面就是什么样的。我们这个接下来这个分线就是我们头旋到我们底部耳后的这个地方，然后上面分线呢是相同的。看好，刚刚我们怎么剪的，这个顶部呢我们就怎么去剪。发根入梳，然后呢平行地面，切口呢垂直地面，分线还是一样啊，平行地面去裁剪，靠位呢也是一样的，
跟随头型去走。这个表面剪完之后，它的这个堆积落点会更加的明显，就是表面的那个饱满度会更加的明显，因为头型呢向上收的更多了。再继续，多余的全部剪掉。好，那看一下这个表面的饱满度呢会更加的明显，因为这个头型向上收的多了啊，表面这个饱满度出来，然后底部呢依然是收紧的一个状态。另一侧相同，垂直分片，发根入梳，发根入梳，平行地面切口，垂直地面，继续去延伸。垂直啊，不是一点放射，一点放射呢会改变你的手位。再继续移动。正常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是你人，继续。正常我们移动的时候呢是你人移动啊，但是呢为了照顾到各位能看得更加的清晰，所以我动的是假人头。一样的切口垂直地面。那这个时候呢整体就衔接完成。那这个时候我们去看一下它整体的一个结果整体梳下来底线非常的轻柔，后面饱满，是不是有很多廊发都是从这种元素去延伸的呢？上面重心偏高，底部收紧，底线放长。所以技术呢它是固定的，但是实际上运用会给你更多的一些可能性。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剪侧区。侧区非常简单，我们分上下两个区就可以。接下来我们去裁剪侧区，侧区呢分为上下两层就可以了。分线呢依然是垂直。接下来呢唯一跟后区不同的，后区我们每一片其实是跟随头型去走的，也就是说每一片提拉的是原位。到侧区的时候呢，我们要一片向后靠一片，剪完之后呢前面逐渐放长，比如说第二片靠到第一片，第三片靠到第二片，逐渐向后去靠垂直提拉出来，看见引导线下刀。其实这一片呢从我的角度去看是向后去靠的剪完之后1分为2，再继续。这个时候靠位也要向发片的后面去靠位，再继续。看见引导线，手位还是垂直继续。第3片，再继续。最后一片。好，这个时候剪完之后，看一下我们一片靠一片，看一下它的横向切口面的形状。梳下来之后很明显，后短前长。后短前长，那这个落下来是什么状态呢？在一个面上，由于短推长的一个原理，所以推力呢会逐渐的向前。那如果我在后区就开始一片靠一片，那前面会无限的被放长。然后落下来之后，依然是鬓角的地方是最长的。再继续顶区。一样的，发片呢平行地面，切口呢垂直地面，下刀，再继续。有了底区跟后区做引导，那这个裁剪起来呢会更加的轻松。手位一定要保持垂直地面，再继续。练习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你整体身体有一个技术流程裁剪的标准。真的不要再去为了控制哪一个发片而去愁恼一样的，这个时候呢，重量线很明显，后高前低了，逐渐向前去延伸的，去看一下。然后最长的呢，也是刘海，因为刘海是向正侧方提拉的。那这个刘海呢是单独去处理的，所以你会看到那底线的形状就是我们发际线的形状。继续另一侧的头发，看好，以后区呢为引导，侧区的头发向后面去靠位，然后看见引导线下刀。发片的角度呢依然是水平，地面切口垂直地面。再继续，第2片向发片后面去靠，目的呢是为了放长我们
前边的头发。像这种垂直发片是练习你手位，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啊。因为垂直发片没练过的人去剪的话会很别扭，会非常的别扭。继续，然后呢，横向我们去看一下，会非常明显，后短前长，推力呢依然是向前的。好，继续，我们把顶区最后的这个部分呢去完成，高度呢要放低，同样的分线，同样的靠位，一定要把头发梳通透。继续，垂直切口去完成。再继续，大根梳透，好，那这边呢就完成，去看一下后部呢形状，包括侧须的形状已经就完全的剪好了。这个底线的部分呢，我还是不用去处理它。接下来呢，我需要做的是把刘海的这个部分去完成。刘海现在的形状呢是一个倒三角的形状，因为头发都向两侧提拉的，所以中间最长。那接下来呢，我准备把它剪一个稍微偏短一点的一个刘海，看一下啊。首先呢，我们在这个前边1到2指围的高度分一个小三角，三角的宽度呢，瞳孔的内侧就好了，瞳孔的内侧分一个小三角。接下来呢，我会把中间这个最短的这个长度设定到鼻中的地方，然后把这个小三角头皮的零度提拉出来。从下面方形切口剪好，完成。继续向上去延伸，向旁边也同时去延伸。所有头发头皮零度向正前方提拉，方形切口面。再继续把能剪到的头发呢全部提拉到前边。再继续能剪到的头发全部提拉到前面。定到同一个角度哦，不用逐渐去提升。然后到两侧的地方看一下，斜后划分，水平地面提拉，切口呢略微内斜切口，上长下短，跟随它发际线的形状，把这个收掉。发际线就是有点斜后的形状。那这个时候呢，剪完，这个整体前面会有一个非常轻柔的一个状态。再继续把侧须呢能剪到的全部向前梳理，剪不到就不用管。好，当我们这一半刘海剪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前面呢会出现一个圆弧的一个形状，是因为我们在前面剪成了一个方形的切口。方形切口呢中间短两边长，落下来它就是一个圆弧形。从侧须去看，中间短两边长，推力呢会向后，侧须呢会向前，整体呢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流向。另一侧相同的，所有头发。头皮零度去延伸。当然，你说如果我点剪可不可以呢？都没有问题。重要的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剪？在你剪之前，你应该要想到，你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有头发能剪到的全部向前梳理。然后呢，侧须一样的，斜后划分。平行地面提拉，切口呢向内倾斜，继续看看有多少剪多少，切口过渡上。然后当我们这个时候呢梳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刘海跟没刘海的状态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去看一下，整体这种形状是不是会比没有刘海更加的好看呢？当然，你说我想要长刘海可不可以呢？都没问题。再短一点可不可以也都没问题，这只是其中的一种表达形式。所以我一直强调，不要光记住它是如何什么方法剪的，裁剪的方法有很多种，重要的呢是你如何去理解它。去看一下底部非常的轻柔收紧，表面有饱满度。那我是做 WiFi 啊，还是说像内手啊都没问题。整体在前区呢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流向，这种流向就是通过不同的形状得到的一个结果，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去把它吹到，这个呢是我们直角去除层次的吹干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加入了一个刘海，那这样整体的形状生动了很多啊。当然我说过，长刘海、短刘海看自己的想法去做。那这个呢是没有去修过的，等一下依然是把整体的发尾去柔和一下。现在呢看似形状好像还不错，但是整体的细节还差很多。看整体的轮廓可以看它的这个重心比例是偏高的，底部全部收紧的同时呢还能放长我们的底线，在很多发型需求当中都可以去把它用到。还有呢就是这个可以看到这个表面它是有硬线的，因为刚才我们头顶的头发全部水平地面向周围去提拉的，所以上面一定会有角，所以我们还要再去一个角啊。我们先纵向去提拉一下，看一下，那上面有很尖锐的一个角，提拉出来，我们最多以黄金点为引导，把这个角给磨掉一点点，磨掉一点点，它表面就不会有硬线去产生了。之所以有硬线呢，全部都是头顶的头发所造成的。演示湿发去角和干发去角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各位可以更加清晰的理解什么样的情况下运用什么样的方式等等。好，这个表面这个时候就已经没有硬线了，非常的柔和。刚刚这个硬线是比较明显的。后续去角去完了之后呢，然后我们把头顶区也有角要去的，横向去提拉把它剪圆弧就好了。我不希望呢把它剪得太多有多少剪多少，因为我还是想要表面稍微去长一点。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做发尾的一个柔和，看一下拉出来现在看这个切口发尾都是很紧密的因为我们全部是平切口去完成的。这样剪完呢切口更加的干净，但是呢也意味着落下来之后会有一些顿挫感，整体偏硬。我希望加入点剪之后，在整体的这种效果上让它更加的轻柔，这个是我的一个目的效果。所以呢你在剪之前呢心中一定要清晰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不是说每一个头型上面所有的流程都一样，这个不是的各位，你一定要清晰你自己是干什么，为什么这么干，怎么干很重要。再继续，如果说想更轻柔一点的，那你发尾就深一点也是没关系的。再继续，不要破坏切口形状。再继续向两侧延伸，边缘线呢剪完一定要让它非常的轻柔，因为我们的技术效果就是如此。侧区也一样，要把它做轻柔。头顶也能提拉起来，头顶可以略微深一点，因为头顶长这个跟均等层次还不一样。继续，鬓角也要让它稍微轻一点点。好，这样整体会发现比刚才柔和很多很多，是非常明显的。然后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其他的，整体呢就已经非常服帖柔和了，因为整体发尾有空间感了。另一侧我们继续
还是一样，再三叮嘱，发尾柔和的时候，剪刀一定要平行，头发入刀。好，那这样就会轻柔很多了。再继续延伸到两侧。不要让整体太过的厚重。头顶的头发向上提拉，单独去做，因为呢头顶长。鬓角的地方也一样，要稍微轻柔一些。继续到头顶。好，整体到底剪多深剪多少一样的，看自己的需求啊。这种服帖感、柔和感就已经出来，看一下表面已经没有那种硬线了。接下来呢就是刘海，这个刘海也一样的啊，不建议你去做最发际线的这一层啊。容易把它剪空掉，在表面去做一些就好了，只要让它轻柔就好。刘海呢，可以用一点放射的这种分片方式。发际线不要去做，那你看我发尾打了这么多，它底线依然是清晰干净的。然后这样呢，我底线也不需要再去把它刘海的底线不需要再去把它切线呀等等，这样就会有非常自然的一个技术效果。看一下，好，基本上呢，发尾柔和这一块已经差不多啊，我觉得已经可以了。这个底线是没有任何切线的一种方式的，那我们去看一下，没有任何去切线，都是底线都是自然的状态。自然状态呢，这样它也是它的一种美。总之呢，最终看个人需求。那比如说，那全部加耳后可不可以呢？可以。其实。像很多明星都会剪这些狼发呀、鲻鱼头，相信各位也去看过。但是呢，你会发现每个人剪的方式不一样。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也需要把原理搞明白啊。这个我是不需要做造型，因为它其实是基本型，你不要把它当做一款发型来看，因为在这个基本型上面会延伸无数款发型啊。比如说这个两边把它飞尾啊等等做一些造型啊，全部加耳后啊，太多种感觉了。但是前提是先去把它剪好，剪好不光练习我们的控制力，更多的呢是你能对这种形体认知的不一样。那这个呢，我不去做造型，就是这样最自然的状态啊，已经非常漂亮了。建议各位在家里练习的时候多去看一些细节。我说了，裁剪的方式方法这个不是最重要的，这个只是让你有一个正常能进行的一个步骤而已，更多的是。你要了解它为什么这么剪，这个形体能代表什么，能从这个上面延伸出来哪些？那这个在我们商业视频、其他的这种商业视频里面都会讲到，比如说看的商业素剪的一些商业发型啊，3D 打薄一些商业发型啊等等，从那个上面你会跟这个连接起来，会有更多的一个认知，也有更多的可能性。好，这期呢我们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